有这么个国家，说面积吧也不算很大，说军事实力吧那更是小看了米一个。按理说应该老老实实当国才对，但人家偏偏极度嚣张，美国都不敢轻易去惹他，就连我国每年都得老老实实的给他交上百亿。不是，那凭什么呀？到底是谁给他的底气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南部，国土面积约为 7.6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440万人。说实话，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，巴拿马都很中规中矩，没啥突出的点。要说资源吧，矿产资源是有那么一点，比如说铜，它的储量超2亿吨，是世界第4多，足够巴拿马挖50年的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没咋开采，矿产规模很小，有资源不用，再加上还是个弹丸小国，又待在中美洲这种充斥着危险和混乱的地方，按理说应该很穷才对。但事实上，巴拿马不但不穷，反而很有钱。他们的人均 GDP 将近 1.7 万美元，虽然离发达国家还有点距离，但在美洲地区人家也是数一数二的了。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全因为一条河——巴拿马运河。巴拿马运河有多厉害？连接2大洋，承担了世界 5% 的贸易运输，每年至少给巴拿马带来近50亿美元的收入。而在没有运河之前，想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上万公里，差不多要1个多月，就算愿意花时间，路上也没法保证安全。巴拿马的运气很好，因为一条河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在此前呢，运河不是他们自己挖的，钱也都进了美国口袋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其实要在这修运河吧，还是法国提出来的，后来干不下去了，就被美国给接手了。而他们之所以要修这条运河，是因为太远了，想要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要么往北绕，要么往南走很角，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，两者之间的距离都是成千上万公里，来回一趟呢，就得花上1个半月的时间。这对于做买卖来说是很亏的，毕竟时间就是金钱。如果说其他国家想修巴拿马运河只是想多赚钱，能修修，不能修就算了。但对美国来说呢，这是必须修建出来的。因为在19世纪，美国和西班牙干架，美国想把西海岸的战列舰送到东海岸参战，但由于没有运河，船只能绕到河岸角，等船赶到了，这仗也早就已经打完了。这就让美国很不开心，所以他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运河修出来，而且还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为此，美国还发挥传统异能，蛊惑巴拿马，从哥伦比亚中独立出来，然后以超低廉的价格拿下了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，自己是大口吃肉，而巴拿马连口汤都不怎么喝得上。眼看亚权术被别人用不平等的手段占领了，巴拿马当然不乐意呀，于是花了半个世纪就把运河的所有权争取回来，直到1999年年底才终于拿回了运河的所有权。巴拿马花了半个世纪，拼了老命也想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。事实证明啊，他的这个决定没一点毛病啊。因为巴拿马运河对于巴拿马来说就是个巨大的摇钱树，毕竟运河的出现缩短了航行时间，但凡有点脑子的国家都不会拒绝便利。所以巴拿马虽然足不出户，也能通过过手过路费赚一大笔钱。因为巴拿马运河最宽只有304米，顶多也就只能容纳1条大船通过，这样其他的船就得在后面排队。在2023年，因为干旱导致运河水量下降，每天通行船只的数量也跟着下降，搞得运河居然发生了堵船。而巴拿马政府呢，也是鸡贼的办起了拍卖会，通过竞拍来获得有限通过的权利。有家日本公司就花了整整400万美元才拿到了1个名额。虽然是特殊情况，1年发生不了几次，但在平常，巴拿马运河收费相当贵。离谱的是，它的价格每年还在不断上涨，搞得其他国家怨声载道。但没办法，这钱该给还得给，就算我国也不例外。每年光过路费就高达上百亿人民币。毕竟你可以选择不走，人家也不限制你，你就是走其他的路，费时费力费金钱，而且吧还容易出现危险。当然，巴拿马也不是光收钱不办事的国家，每年花在运河的维修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特别是一旦遇上干旱，出现水量下降的情况，船只通行的少了，赚到的钱也少了，但维护的价钱呢，该多少还是多少。为了弥补亏空，巴拿马只能提高过路费，不能让自己吃亏，苦了别人，也不能苦了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也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